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经典动作游戏《松鼠大作战》。这次录制一个全关卡、全剧情，并且所有的 BOSS 都采用速攻的方式。本作出品于1990年，是改编自1989年的同名动画。游戏的原名应该是叫做《救援突击队：奇奇与弟弟大作战》。救援突击队就是两位主人公所在的组织，成员包括奇奇、弟弟、阿杰、蒙蒂和小拉链。其中蒙蒂就是给咱们撞开铁丝网的那个货呀。小拉链可以给咱们提供短暂的无敌时间。阿杰被抓走了，游戏的目的就是为了救出阿杰，并且打倒最终 BOSS 肥猫。游戏的一开场，救援突击队接到了一个委托，是一位叫曼迪的女孩，说自己的猫丢了。主人公一行出发之后，被一个疯狂的机器人袭击，就是第一关的 BOSS。打倒了 BOSS 之后，发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，消息是假的。这里蒙蒂出现，所有的 BOSS 都是打5下，包括最终 BOSS 肥猫。所以一代的 BOSS 战难度并不高，而且有些 BOSS 咱们每投出一次红色的球可以打他2下。这里肥猫出现了，告诉咱们上当了。刚才能够看见游戏的地图，所有的关卡加在一起是11关，但是有3关是可以跳过的，所以最少的情况只攻略8关就可以通关了。可能当年玩这款游戏的小伙伴一般都是采取跳关的方式，有的时候出于好奇也会把之前没走过的关卡都走一遍。第2关的 BOSS 是一只猫头鹰，咱们在下面跟着它投掷就可以了。过关之后的奖励版面也是差不多的，但应该是有一定的随机要素。这里被抓走的阿杰竟然和咱们联系上了，他还可以使用无线电啊，所以说阿杰是被抓走了还是去卧底的呀？这关出现了很硬的敌人，袋鼠需要打2下。这个地方需要小心一点，身后就是悬崖，被袋鼠击中就会掉下去。一代有些关卡是没有 BOSS 的，直接走到关底就能够过关。小拉链又出现了，小拉链也太猛了呀！可惜持续时间有限，而且他打袋鼠也是秒杀的。我刚才捡到了一个 P， 这个 P 是力量道具，让咱们可以举起苹果，并且可以大跳啊！被抓走的阿杰不断的使用无线电给咱们提供帮助，都是关卡的一些机关的信息。这个地方我带出了太多的机械老鼠，导致有拖慢的现象了。本作还出了2代，
2代的游戏性也非常好，并且2代还加入了升级的要素，超级箱子，斜方向可以投掷，投掷队友也有超级攻击。而且2代的 BOSS 设计的更加的细致一些。不过两座相比较的话，我还是更喜欢玩1代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就是因为它的系统简单。不只是现在咱们回顾起来觉得经典，这款游戏当年卖出了120万份儿。但是本作是没有3的。我之前录制过一个世嘉 MD 版本的3代，是一个山寨游戏。前一段时间也录制了换皮的版本，换的是霹雳神兵。好在今年迪士尼是想起了自己有这个 IP， 出了一个大电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，主要是看一下他们的救援队是怎样运作的。这个名字感觉和旺旺队也差不多呀。本关是来到了玩具店，因为主人公的体型很小，所以每关的场景看起来就是把微小的景观放大了，这个视角就很独特。可能很多小伙伴也玩过红白机平台的口袋魔鬼，用的也是类似的设定，包括后来的小小大星球。前方有多米诺骨牌，这种坑冲着就过来了，有一点像马里奥的设定。马里奥可以冲过1格宽的坑。这个 BOSS 咱们扔一次球，打他2下，这样就干掉了。阿杰不止可以使用无线电，还在途中放置了小船，所以我觉得肥猫绑架人质之后管理的实在是太宽松了呀。不止如此，大家可能记得后面阿杰还给咱们提供了火箭，就是说他在敌人的老家有船，有无线电，还能造火箭。这个缝很小，好不容易才挤进来的。阿杰提到的就是这艘船。前段时间我给大家录制过玩家自制的松鼠大作战的重制版，重制版还是加入了一些东西的，并且通关之后可以选用阿杰。阿杰的特点是跳得高，很多琪琪和弟弟跳不上来的台阶，他自己就能跳上来了，不需要垫脚。所以感觉使用阿杰的话，速通比较有优势。本关的 BOSS 是一只电鱼，这个电鱼我用一个全新的打法吧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打的时候啊，最多就是往上扔球，然后上来再下来打他2下。但是我发现左右也可以这样。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人这样攻略过 BOSS 啊？
没有的话就是我的全新的脑洞啊。这关是没有 BOSS 的，但是这关有一个非常有趣的 bug， 可能和红白机的机能有关，就是这个版面。正常情况下，咱们需要时刻脚下是有台阶的，但是在前方可以搞出一个贴图错误，而且这个贴图是可以踩的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利用过这个 bug 呀？利用了之后，刚才那个版面就简单多了。这里来到了游戏第一部分的最后一关——肥猫的赌场。现在我录制游戏都是单打，但这款游戏最大的乐趣还是和小伙伴联机。联机之后各种互相坑啊，把对面举起来，然后找一个坑扔下去，或者用箱子把对面砸晕，这些事情都干过。一代还可以，二代更过分，因为扔同伴的话可以发出超级的攻击，所以说打 BOSS 的时候就无视场景当中提供的各种箱子了，你的同伴才是武器啊。我手里举的应该是铁块，这个东西除了可以反复利用之外，最大的作用是垫脚，并且你把它摞起来之后，把下层的抽走，上层的竟然不掉下来，所以说这款游戏没有一个很好的物理引擎啊。这个 BOSS 把位置站好就可以了。BOSS 背后有一台老虎机，让我想起了街机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《忍者棒球》，有一关的 BOSS 就是老虎机。打完了游戏的第一个部分，救出了阿杰，阿杰给了咱们一个火箭。其实小的时候玩到这儿，我总有一个疑问，我总是感觉火箭上去之后再下来，地面就变了。但是游戏当中的意思应该是咱们坐火箭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有3关，这3关的难度稍高一点，尤其是最后一关，个别的版面设置很不友好。但游戏整体的难度还有氛围都是相当轻松的。我刚才这个箱子扔歪了呀，没砸到那个螃蟹。相信很多小伙伴版面背的比我要熟得多呀，我现在很多地方都忘了。下面好多的花啊，花应该是吃100个，屏的后方就会出现一个奖命。但是奖命对咱们来说意义不大了。2个人玩的话还可以，因为自己如果挂了的话，版面会往回退一块。这个机制在当年的红白机平台还是挺流行的。比较典型的，大家想一下，绿色兵团那款游戏难度本来就高，单打的话，如果你挂了，屏幕就静止了，然后要往前退一块，双打就没有这个烦恼。
本关最讨厌的不是敌人，是电风扇。打这个傻鸟需要砸腿，不然他就把箱子吐回来。你们两个可以在这玩一天啊，一个箱子就可以玩一天。这里还能够见到这种座机呀，现在很少有人用了吧。小拉链又出场了，这款游戏它出场了可能是3次吧。本关的 BOSS 竟然是一只毛毛虫，这样打就可以。他每次组合完之后可以打他2次。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条命了呀。最后一关，肥猫的秘密基地。这个地方快一点走，可以躲过第一只虫子。如果你走慢了，没有躲过第一只，那你需要面对第2只。后面刚才上了一个奖命，不要了呀。在屏幕的边缘一闪而过。这种狗子是最讨厌的，需要打2下。但是呢，你的箱子如果扔的正好是位置的话，箱子到位，你往前再带屏幕，可以一发箱子就把狗秒掉。啊，这里尴尬了，我蹲下了，这个小鳄鱼没有踩中我呀。我刚才跳了一下，因为我始终有一个纠结，就是单打的话，好像是拿不到刚才4个花里边最高的那个。打肥猫了，站这个点就可以。这款游戏我真的不是针对谁啊，我是想说所有的 BOSS 都是垃圾。这样的话就通关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经典动作游戏《松鼠大作战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